那你今天穿成这样来聊，今天聊什么话题啊？今天嘛，刚起床，吃完早餐，然后呢，我们欣赏一下海景，坐在这儿聊一聊。今天主打一个坦白局。坦白，结婚多少年？结婚啊，其实我们在一块应该有大概今年是2024的话，应该是11年了，对吧？对，结婚也大概10年。对，就是所以呢，趁着情人节到来之前，来聊一聊吐槽局。没有啦，其实主要还是想正好聊一聊，就是这10年，然后有什么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婚姻经营的真相，还有大家就是我们最近采访了这么多世界各地的，可能有50年婚姻，有40年婚姻，30年婚姻，还是很幸福的 couple， 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一些启发。就是对我来说学到很多，就是婚姻本身，它跟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从求学、升职、积累财富、婚姻，这都是一场场人生中的修行。这个修行，当我们意识到是修行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自己负责任。我觉得修行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不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哎呀，今天你让我不高兴了，今天老板说我批评我了，或者说是老板没有嘉奖褒奖我做的这个业绩。修行的本质就是把自己当做主角，对自己负责，意识到我们的所有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自己，而不来自于外在。所以婚姻中也是一样。对，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些自己感受到的这些变化吧。为什么说到这个婚姻10年，其实这已经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不至于说是血淋淋的事实，但我觉得也是我们愿意去理性面对的一些变化，以及发现了变化以后，怎么样去用一种更积极、更乐观、更科学的态度去所谓的经营这段婚姻，让这个关系更长久一些。有哪一类的变化呢？对，我觉得呢，我其实想到的有2点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在一块时间相当长了，而带来的这种熟悉感，引发了2个东西。一个呢，就是由于我太熟悉了，所以我把很多你的优点和你的闪光点当做了理所应当的。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人的一些基因本性，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界生活，我们会觉得阳光雨露、美好的天气，渐渐的就觉得这就是正常的，这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但是我们会焦虑的去担忧未来，担心我们会不会吃不了饭，我们会不会哪天有野兽来。同样到婚姻关系里面也是，我会渐渐的觉得所有的好的都是理所应当的，而更多的可能去放大或者捕捉一些我觉得我这点有点不舒服，或者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可以改进。而这些其实是因为时间熟悉了，而熟悉使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应当，你忘记了你应该关注的其实是更多的是发现美好的一面，更应该去像我们原来说的，就是你把熟悉的人当成陌生人来相处，你把陌生人当成熟悉人来相处。所以如果我们时间长了，反而让大家互相忽视了，就可能你也会这样，就是你会忽视了我当时的一些闪光点，你会觉得这就是露露本身带的东西，不需要去表扬，或者不需要去特别的铭记在心，反而由于我们的生物基因性，使我们发现一些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更好，哪里觉得不满足，然后就把更多的着力点放在那上面。对，很多时候人作为一种动物，跟其他动物一样，就是我们是承载我们基因的工具。我们的基因里面已经写好了程序，它为的就是让这个基因这个 DNA 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会关注生活中还没有的东西，有哪些风险，有哪些意外。很多人也是总是焦虑这儿焦虑那，这都是由我们的基因带来的。但基因并没有想让你特别快乐，这并不是你的基因所要对在你身上实现的主要目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去跟我们自己的基因可以共赢，可以去共处。其实当我们意识到这很多我们的思想来自于我们内心作为一种人这种动物原本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理解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们就习得了快乐这种能力，满足的能力，就来自于我们第一对
当下的接受。第二呢，就是在接受当下会认为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值得去感激的，包括婚姻关系中跟对方的遇见，共同的成长，然后呢，每个人也会变化。这种如果能够共同的变化，如果变化的方向不一样，那两个人能够愿意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妥协，其实这就是值得感激的。所以就说到这句话，就说 happiness is not a result。It's a choice. Happiness is a choice. 我们学到的就是想感受到幸福，幸福最重要的就是我选择去感受到幸福，而不是说我拥有了什么样的婚姻关系，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遇到的那个人又做了哪些按我想的方式去做，永远不是这些外部事物的结果，而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永远找不到幸福。Happiness can only come from you.You can never find happiness. 对，是你境由心生，你自己决定了。你说我今天要快乐，我要高兴，我要由内心而外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然后你那时候其实给自己定的基调就是这个，然后你对你的大脑这个精密的机器，你告诉他发的指令就是我们去感受一些美好的东西，而不要太多的这种精神内耗啊，然后总是要去放大一些基因赋予我们的这种动物性，就是你要去担忧这个世界不好，这个环境不好，你对方的人不好，这些事情。这种呢，基因里啊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以前的人总觉得担心吃不到饭，于是呢就会想把冰箱里面塞满食物。其实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人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吃不到饭了。但人们为什么还会这么做呢？还会有这么多的欲望要去填满，买更多的食物，采购更多的食物？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基因的一个本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认识到在婚姻关系中呈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冰箱里我想要掌控更多的食物，所以在生活中我想掌控更多的人。我会希望我生活中的另一半是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是去控制你的。我甚至会把身边的人当作是我的财物一般的去确定它是属于我的。而这种想法会带来很多的不快乐，因为呢我会对周围的人第一带来很多的压力，对吧？我总是期待你怎么做，我会不断的去确保你只有这么做了你才是爱我的，或者你只有这么做了你才是听我的话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学到了就是爱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你想让它自然的流淌，它就应该是无偿的，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对其他人没有期待的一种表达。对，我觉得就是尼采说爱的真谛是什么，其实他觉得真谛是一差异。而这句话其实带有了什么思考呢？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去爱这个人，你会认为他自己本身的特色使你觉得非常欣赏他，这就是爱的真谛。而不是说你喜欢了一个跟你很像的人，或者喜欢了一个认同你的人，或者喜欢了一个就是他愿意听你的话，按照你的这个构想去过他人生的人。重点就是你愿意认同这个人的差异，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关系中愿意表现出这种了解、理解和欣赏，然后在这样子的三层的这种输出，互相的我表达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对你的理解，还有我对你的欣赏，同样你也对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的话，这样子的关系其实是更健康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掌控欲，不会觉得你必须要按照我想象的生活，你按照我想象的去过你的人设，我把你想象成了一种我脑海里的所谓的理想型，然后我就觉得你必须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去做，你才是适合我的人，你才是我的理想对象。这样子就有太多的这个掌控欲在这里面，让自己压力大，对方也压力大。其实我们如果能在婚姻关系中，就像你说的，构建出一种自洽的系统，就是我只是找到了一个搭档，能够让我去输出我的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会更快乐，对方也会更快乐，因为这是一种最高级的爱，会是每个人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欣赏自己、认识自己。这个时候呢，又找到了一个抒发爱的对象。然后像你说的，就是要欣赏对方的不同，而不是说你只是去期待对方变成你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其实这就跟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是一样的。物质追求上，人们往往说你想要的不是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想要的只是你想拥有它的这些东西的感觉和欲望。这个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想拥有的一个东西，你一旦拥有了，你就不再高兴了，就是因为你拥有了它以后，你就不再具备这个欲望了。你只有给自己再找到一个新的欲望，才能够去填补这个内心中空虚的部分。爱一个人也是这样，很多人其实找的一直都是期待的对方变成自己想象的这个人。其实呢，这跟物质上的欲望一样，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百依百顺的变成了另外对方所想的样子，对方立刻还是不会满足，他不会就是像童话里面想是就 happy ending， 永远就这个一直都是快乐幸福的在一起了。因为呢，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他立刻会想到对方还要变成什么样，甚至呢会不断的去进行一些感情中出现的 PUA， 会认为对方这是不足的，那是不好的，来以此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掌控你的，我是拥有你的。这又是说回来是一种贪念，就是因为想要更多的认为爱的人都要去拥有，我要去拥有我的孩子，因为我很爱孩子。这其实都是一些相对不健康的爱。所谓不健康，就是对自己不快乐，对接受到你的爱的人也是不那么快乐的一种爱。对，就是我们这样会说，就是你爱这个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应该是说首先很爱自己，然后你满出来的爱，去流淌给身边的人，去关心别人啊，然后去体贴呀。就是如果说是夫妻关系的话，可能就是爱对方、呵护对方、体贴对方。其实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去爱自己。对，下雨了。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啊！突然蓝着天下雨了，我们找把伞。好大雨啊！哎，可以打把伞，这也是很浪漫的一个场景。你接着聊。对，现在雨停了，我们刚好在外面，可以接着刚刚的话题聊。对，后面是美好的夕阳。对，这是下雨，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因为有雨才有晴。其实雨和晴都是值得享受的天气。好，接着你刚刚的话题说。说的很对，很受启发的点呢，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凭空的想象出一些对方这个感情不可靠，或者说过多的去敏感的捕捉一些对方对我没有当年深厚的感情啦，或者情人节怎么没什么表示呀？对，其实根源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低自尊，也就是高自尊和低自尊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所谓安全感的根源。低自尊等于不自信吗？等于自我评价低。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关系里面，你跟你的伴侣也好，还是跟你的朋友也好，就是你会觉得别人不一定喜欢我，而你过多的看重别人喜不喜欢你，然后你以为别人很不喜欢你，想了太多，你以为别人在那个背后总是在议论你，其实这些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的。而这种低自尊，也就是自我评价低的人呢，他们在感情出现这些挫折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会有非常多负面的情绪，他会去把很多问题想得复杂化，或者是就是严重化。而高自尊就是自我评价高的人呢，他会觉得有问题是很正常的，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摩擦，尤其是可能生活很久了以后，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可能就由于我们的这种生存基因，使我们觉得正常的、美好的事情，我们容易去忽略，而容易去捕捉那些有危机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所以，当大家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可能更多的去看一些这种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种高自尊的人，其实他反而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拉近对方的距离，一起来解决。因为就是高自尊的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在贬低我的价值，其实是在发挥我自己的用处，发挥我的价值的这种一个用武之地。所以其实低自尊，我的理解就是他其实并不是说自己特别的足够对自己的欣赏和认识，自己不够认识自己，所以说呢，别人可能对你的爱在这儿，但是呢，低自尊的人会以为只有这么一点点。对，所以说呢，特别是会在一些节日呀，需要有仪式感的时候呢，去关注对方还没有做过的没有做到的地方，对，或者是说对方可能爱的表达也不一样，有5种爱的表达，那这5种爱的表达，可能对方表达的是其中2种，那这些低自尊的人呢，可能就会看的是自己想要的另外1、2种，就会得出是不是对方没有那么爱自己。看有朋友过来问我们的皮蛋说，嗨，
They're from like Turkey. Yeah, from capital of Turkey, and then you guys are on the exchange program. For staying here for 10 days. Yeah, for 10 days. We got good feelings, and meeting new people is good. Yeah, so, definitely. And Malta is so good. We love Malta. Yeah, so yeah. Very nice view here. Yeah.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of course. Yeah, enjoy. Bye. Bye. 所以我们就说，婚姻是一场修行，但这场修行里面，主角是你自己。当你自己可以达到本自具足，对自己充分的了解，充分的爱自己的时候，其实你身边一切出现的人和事儿，都是让你去抒发你或者是分享你的溢出的爱的一个途径，不管是对于你的孩子、你的其他的家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你的伴侣。所以说呢，就是在这场婚姻的修行当中，主要是让自己获得圆满。所以呢，有个智慧就是说啊 ，measure love not by how much you receive, but by how much you give。要去看你能够分享给其他人的爱，这才叫爱。你从其他人那儿索取的，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那同时呢，尼采也说啊，很多不幸的婚姻，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少爱，而是缺少友情。It's not a lack of love, but a lack of friendship that makes unhappy marriages。那我们在婚姻当中，其实也是要像交朋友一样，跟我们的伴侣一起相处，像朋友一样，比如说去关心朋友今天过得怎么样，去真心的去倾听他们，倾听的4个不同的目标，要去欣赏、去理解、去共情，用这3种目标，抱着这3个目标去倾听你的伴侣，而不是说用第4种目标，也就是去 evaluate 去评价。我倾听了就是为了去给你提意见，就是去为了说出我的想法。其实在伴侣之间倾听主要的诉求是前3个。那么怎么样跟伴侣做好朋友呢？其中一条方式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去定期的会进行夫妻之间的 one-on-one 1对1的谈话。这也是我在工作大概10年左右的时候悟到的一个道理，就是我看了1周的日程表，我1周花了那么多时间跟我的同事们去进行1对1的这种对谈，那么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跟我的家人在做这件事儿呢？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开始在晚上的时间，比如小朋友睡着了，我们会有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不间断的，没有任何打扰的去专注的去倾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不光更了解了对方，也建立了更多的所谓的这种信任。这个信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信任的建立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呢，就是时间。我们只有在对方的身上花了足够的时间，这不管是夫妻之间、跟你的同事之间、跟孩子之间都是这样，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通过使用了时间、花了时间、投资了时间在这上面，关系之中建立了信任。那信任之上呢，就很容易达到一种共鸣，或者说是相互之间共同的成长。所以说，夫妻之间做朋友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共同的去投资一些时间，做一些事情，包括彼此的对谈、彼此的倾听。露露回来了。对。刚刚呢，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家庭的分工，对不对？刚刚小朋友有点饿了，给他拿一点零食吃。对，就是我们说今年是10年婚姻嘛，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肯定就家里有小朋友了。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会有小朋友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了小孩以后，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改变的，因为那时候就一开始可能没有小朋友，我们2个经常会一起聊天、沟通比较多。然后呢，在现在有小孩了以后，就是精力上肯定要分出去一些，对，然后这个时间就把握的比较少一些。而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婚姻的危机，或者说时间久了以后有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没有话可以说这种事儿，其实是因为你真的少了一些聊天的时间，少了共同的经历，还有少了共同的体验，共同的遇到很多的事情，或者少了2个人这种真的谈心的机会，这个时候话题自然就少了。对，而且就是你想，在很多事情在中年的时候，可能也有中年危机感，其实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到了一个有很多的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比我年轻的人要更资深，外界对你的期待越来越多。对，我是不是觉得这个梯子爬到了现在10几年的这个工作了，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外人对我期待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就导致了所谓中年危机出现。对，自己内心对自己的压力也很多，家庭对自己的压力或者不理解也有很多，都会进入到中年危机啊。其实中年危机有一个统计，就是说男性的中年危机的比例比女性更高。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研究啊分享了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说，其实男性呢在青春期之后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这件事上。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思考以及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女性呢，天然的会更自然一些，因为女性在20多岁会更经常的比男性表达出来，哎，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但是男性呢，在过了青春期以后，直到35岁、40岁、30多岁的进入到40岁中年的期间啊，很长时间没有练习这项技能。这个时候呢，突然进入到中年危机的阶段，发现，哎呀，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家人朋友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突然就意识到。我要为自己而活，我的梦想是什么？可是呢，由于这男性啊，有15年、20年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于是呢，就回到了青春期的版本，就是我作为一个青春期的男生，10几岁，我想要的是跑得快的跑车和年轻貌美的年轻女性。这个时候呢，很多男性就开始直接回到了10几岁的自己，这时候就会很多人开始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工作，开始去为了去追随自己10几岁的梦想。其实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在长大的过程中，20多岁、30多岁，一步一步的逐渐问自己，哎，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或者比如说20多岁、30多岁的男性，可以有很多爱好上的钓鱼啊、打猎呀、徒步呀、登山，有很多很多的爱好。但是呢，正因为人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会有一个更大的中年危机的引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去自己思考，并且跟伴侣去沟通自己的目标是特别重要的。对对，其实你这一点说的很好，我就想到我其实在看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最后他们的婚姻当然是破裂了。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这个时间段呢，男性那一方呢，他觉得他自己一直属于妥协的状态，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想清楚我究竟要什么，然后他大概有一些苗头，觉得这可能是我想要或者我不想要，但是由于他的伴侣可能更明确的想要什么，所以男性就觉得是被带着走的，而这个过程中男性肯定多多少少有情绪的积累，而到最后到30多岁的时候，真的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7年之痒，然后就爆发。爆发的时候当然就是出轨、小三这些非常狗血的事情。可是你觉得这个事儿难道真的能解决他内心真正的压力和危机吗？也许不见得，它只是一种变了形态的情绪抒发、情绪爆发。而如果能够早期的预见，你在这个整个25到35岁前10年的这个过程中，能够2个人保持沟通，然后你自己本身去想一想，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不断的去从自我内心去寻找，而不是觉得说。就是我之前也有找到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的塑造力这件事儿，你自己去塑造你的人生，你去主动把握你的人生，而不是说好像我的伴侣带着我走，然后我的伴侣要我干嘛的，我是被动的去反应，我对生活进行反应，然后到30多岁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要爆发，你觉得我当年为什么反应被动的情绪积累那么多呢？然后你开始就出现了很多危机了。对，其实就是说像你提到的这位男性，其实他觉得他一直没有为自己做主，他一直是被动着，就是其实他觉得是被动，这也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其实2个人一起，每一个工作决定，换工作、换生活的地方，其实都是共同决定的。但是呢，他不想为自己的不快乐负责，所以说呢，他选择使用了受害者心态，认为我是一个受害者，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另外一半做了这些选择，我是不情愿的。其实呢，这就跟前几天在有一次访谈中问我，李阳，你觉得婚姻最大的杀手是什么？是不是出轨？是不是家庭暴力？其实我说，最大的杀手就是法律和道德。因为很多人认为有爱情之后要结婚，要去找一个第三方的背书。所谓法律上的结婚的意义，不就是有个政府认可了你，授权了你，说我合法了，我帮你证明你们俩在一块儿合法了。其实对于爱情的表达，在过去来说根本就是不需要。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ChatGPT 还回答了一下，婚姻的这条法律的条文来自于古罗马时期，其实就是为了去管理民众的一种方式，使得人们因为爱情在一起了，分开的时候呢，不要引起太多的社会波动，不要引起太多的纠纷，社会要稳定一点。所以为了好管理，但是呢，这就是最大的爱情的敌人，因为2个人想在一起，应该是因为爱的自然的流露，而不应该是因为追求
法律的认可，第三方帮你背书，第三方帮你证明你们在一起了，就加了很多交易的感觉。对，这就是一种变成了一种交易，变成像明明刚开始因为爱结婚，结果还想着离婚的时候要多分点什么，或者说确保离婚的时候获得自己的权益。其实这种的爱已经不是咱们说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溢出的爱了。所以我们就认为啊，就是法律和道德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会想去做一个不道德的人，因为我们的爱应该是自然的流露的，而不应该是说我是被迫的，我是被法律或者道德束缚着的一种爱。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像庄子就说为士不用而欲助庸。为士不用呢，就是说真正的智慧不应该是被迫表达的，就是说我因为这些社会的标准，因为这些道德法律而表达，而是说这应该是自然的展现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而欲助庸呢，就是说这些真正的智慧呢，应该是通过日常的小事儿，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表达出来的，并不需要说是刻意的去做。这就其实很像我原来也说过的一个视频，就是在家里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跟你这个说很像，就是要做一个不道德的人。对，就我们俩就是俩不负责任、不道德的人凑一块儿。对，这个什么叫不负责任？就是因为其实你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觉得我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当你把它叫做责任的时候，扪心自问，或多或少会觉得我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事。对，你看在意的是别人的看法，你在意的是你的标签。社会期待我做，然后家里期待我做，老公觉得我要做，或者老婆觉得我要做，就是这些事儿不想做反而要做，然后会把它强调成是一种负责这个事情。对，所以我们说在家里呢，其实因为这不是一个交易嘛，就是大家是互相的这种真情流露啊，然后是一个合作伙伴，但是不是这种商业上的交易性的合作伙伴，而是这种生活上的。所以就是更多的是你想要去做。比如说我可能就很喜欢在家里，比如说做饭呀，或者做室内设计啊，然后你可能就有你擅长的。那我们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平台去发挥自己的亮点。就其实说到这个木桶效应，以前曾经经常说，你要把你的短板补齐，不要让你的水漏出来。但是其实现在觉得你在家里也应该去发挥你的长板效应。每个人的亮点不一样，特色不一样，应该发挥自己的特色，然后使这个整个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而不是总是想着我哪里要补足，或者说要跟另外一个人同化，就我要变成同样的人，这样其实你的这个婚姻的这个乐趣就会少很多。对，其实对于一个人的技能，在社会上也是这样的。你在社会上的技能，正是你的那个长板体现了你在社会中作为一个人的特别的 unique value，而不是说你把所有的短板都补齐。其实婚姻中也是一样，去看对方的也是去看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盯着对方看他不擅长的有哪些，而去爱对方的长板。对，其实这个我又想到了一个我曾经跟亮聊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的长板短板是不是一定要在就是社会生产价值体现上，比如说两个人是不是都出去赚钱，然后是不是不赚钱就没有价值了，是不是这个角色分工里面一个男主外女主内，好，那男主外的那个能赚钱的人是不是就话语权更多？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经常会看到一些这种讨论，包括这种就是社会上的这种舆论讨论，就是说女性你一定要有自己经济独立能力，你要是不能够有自己经济独立的能力，你老公哪天就跟你没有话聊了，然后你就与社会脱轨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自我养活自己了。而这个东西就进入了一个怪圈，就是当可能婚姻10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你的矛盾究竟是因为女的没有出去干活，还是男的没有出去干活呢？也许不是，可是就表象就会变成是有一个人干了活赚了钱，有一个人没有在外面扮演这个社会财富的这个功能，然后接着呢导致了两个人感情破裂了以后呢，就大家回过来说，你看吧，幸亏我没有放弃我能赚钱的这个功能，否则这时候感情破裂了以后，我怎么养活自己？其实这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你看本质的话，也许恰恰是这种想法，是这种对彼此不信任的想法，导致了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或者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忙于工作，没有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共同的成长，所以导致两个人越走越远。所以呢，那也许是两个人都忙工作，然后呢，两个人最后分开了，那彼此又觉得，哎呀，还好我忙了工作，对，因为我丢失了爱情还有工作。但也许就正是因为这种
这种思路的出发点导致两个人分的越来越这时候就要想到底谁在后面说每个人都要工作，受益者究竟是谁，游戏设计者是谁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就说回到在家里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说你肯定要有一个 value， 这个 value 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想要去扮演的，或者是贡献的、付出的，它可能是那种赚钱的、有社会价值的这种功能，也可能是一种情绪价值，也可能是让你的家充满了温馨温情，让这个生活更有乐趣。就很多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对，这就是会让你跟 Claudia 聊，就是这个 civilization 长久的被认为是产生了 material， 产生了物质，才会认为是文明。可能对于一个家来说，你觉得这个家住了大房子，开了豪车，然后有各种光鲜亮丽的物质，才是一个幸福的家。但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而这个扮演这个其他不同的角色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老公老婆，他如果没有在扮演这个社会财富的这种创造，而是扮演其他的角色，其实他的价值被大大的去大大的忽视了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去重视给家庭带来不同类型的财富的贡献者，不管是物质上的财富、金钱上的财富，还是体验上的，还是像你说的这种很温暖的家庭，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互相去 appreciate、互相去感激的。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就说家庭的价值应该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维度的。对，其实就是说回来，就看尼采的书的这个体验啊，就是他就是说呢，首先你得是好朋友，对吧？你还是挚友，而这个挚友的关系呢，就是你要能够尊重对方，是超过自己，尊重对方超过自己。第二个就是你去爱对方，但是你要把自己放在前面，这就是说明你得先爱自己，你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而去以满出的爱去关怀对方。然后第三个呢是要亲密温柔的交往，就是互相之间要好好说话，让互相对方感觉到一种温馨的存在。然后第二点我觉得特别好的呢，他就是说其实你作为这个爱的真谛，就是你要去有差异，你要尊重差异，不要想着再去改变对方。有时候为什么到了中间出现了这种10年婚姻之后出现了一些婚姻的危机，可能就是因为你发现你本来一直期待改变这个人，结了10年的婚，你发现你改变不了了，这时候不能接受这件事儿了。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比如说期望这个男的赚很多的钱，然后让我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后来发现现实血淋淋的劈头盖脸的过来，发现不是这样子，然后这时候你会整个人失望，而其实这个失望是一开始你设置的这个期待值就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去对其他人有这样的期望。对，而且你总是觉得我在改变他，我在给他10年的时间，怎么还没有改？可是实际上一辈子你都不应该期待去改变这个人。你想让改变对方，对方很痛苦，你自己也很痛苦，所以呢，不要去有这样的期待，应该是更多的是接受当下，接受此刻当下的自己，接受当下的对方。这样的话呢，我们更多的会处于一种平和和喜乐的状态。好，展望一下10年，对，20年，下一个10年。对，下一个10年我们可以再分享又走了一段就像人生的旅途中的一些感受。其实人生的旅途就像我们的这种环球旅行的旅途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此刻的当下，每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如果人生最重要的是目的地的话，就像那次我们在北美开房车去跨北美洲，我们如果为了到目的地，我们直接买张机票过去，10个小时就到了，根本不需要开那么多天的车。而我们人生中的旅途也是这样，就是去享受一起的每一天的旅程。然后其实在我们这趟旅途的时候呢，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各地的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有呢爱情的真谛，以及他们认为保持他们爱情的幸福婚姻的诀窍是什么。对，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